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黄芪加上苹果放入锅中煮一煮，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补气润燥，精神好，越吃越漂亮。黄芪是平民百姓经常食用的纯天然品，民间流传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由此可见，黄芪能够起到防病保健功效。黄芪药用迄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正确用黄芪能增强免疫力功能，达到保肝利尿和抗衰老的效果，同时呢也能够抗应激、降血压和抗菌。黄芪呢跟人参一样呢，都是补气良药，适合身体虚弱、脉细无力的人。正确使用黄芪，其药用价值呢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哦。现在呢，我们加入清水，先将黄芪清洗干净。正常的黄芪粗细呢都不会超过1厘米，而有的黄芪呢都超过1厘米粗了，看起来像山药的体格。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注意看，那样的黄芪呢有些不正常，很可能是用了什么药物才让黄芪长那么大的。建议大家不要只是去追求粗的大的那种，中等大小的那种性价比更高，吃起来也更加的安全哦。清洗干净的黄芪呢，我们控水捞出，先装入盘中备用。跟着我们准备一把红枣，一把枸杞，加入清水，再加入少许的面粉，下手把红枣和枸杞揉搓干净，利用面粉的粘附力呢，把脏东西吸附下来。红枣是一种非常亲民的食材，它的吃法呢也很多，但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呢就直接吃了。除开夹缝中肉眼可见的杂质之外呢，红枣表面呢还有许多的细菌和其他的脏的物质，真的不建议大家直接食用，清洗呢是很有必要的。再换水多漂洗几次，把表面的面粉漂洗干净呢就可以啦。控水捞出，装入盘中，然后我们用剪子把枣核剪掉不要。红枣果肉呢属于温性，而红枣核呢属于热性，所以呢我们去掉红枣核就没有那么燥热啦。民间呢也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三枣长生不老的说法，不知道您听过没有。由此可见，红枣的营养呢是非常丰富的，搭配红枣效果更好。处理好后呢，先放一边备用。这时我们再来清洗苹果。洗苹果呢也是需要技巧的，不要直接用水冲就算了，一定要加入食盐，再用手掌、指腹不停地搓洗。因为有些不良商家呢会在苹果表面呢打上一层果蜡，如果是食用蜡还好，要是工业蜡那就坏了。因此我们要在洗苹果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盐来进行搓洗，利用盐的颗粒性呢，把表面的脏东西搓下来，并且盐呢还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把苹果清洗得非常的干净啦。然后呢再用清水冲洗一下，这时的苹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干净，连皮也可以放心吃了。跟着我们来到菜板上，把苹果对半切开，分成小份。我们把苹果核去掉，不要想着煲汤就懒得去，苹果核呢有微毒，不能吃。再把苹果切成小块。看到这里，或许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直接去掉果皮呢？你知道吗？其实苹果皮里面所含的营养成分以及纤维素比苹果肉里面呢丰富许多，很多营养元素呢都在苹果皮里面，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除苹果皮。切好的苹果呢直接放入锅中，跟着将其他食材也一同加进来。然后往锅中呢加入800毫升的水，水一定要一次加够，中途不能加水，否则呢会破坏营养的。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后转中火焖煮。黄芪呢需要久煮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所以煮的时间越长越好。亲爱的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感谢您的支持。大火煮开，再转小火煮30分钟即可。如果你经常感觉总是累，睡眠质量也不好，还经常四肢冰凉，可以试下这气血养颜茶哦。这道苹果黄芪茶的做法呢非常简单，特别适合夏季，尤其是3伏天的时候喝。不仅可以帮助排除体内湿气，还补气血，尤其是爱美的男女朋友一定要多喝。这道汤喝起来口感非常不错，拥有淡淡的红枣香味，还有淡淡的黄芪的味道，以及苹果的清甜味，结合在一起，喝起来味道很清香，略微一点点甜，不用再加其他任何的东西呢，也很好喝。这样煮制过后，苹果里面的果胶呢被软化，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了。黄芪呢是中药非常重要的一味补益药材，其主要功效是补气。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黄芪呢还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枸杞中含有大量的枸杞多糖和维生素 E， 也含有适量的黄酮类物质以及胡萝卜素，能够起到抗氧化作用。和黄芪搭配在一起，能改善睡眠素质，缓解睡眠质量差以及难以入眠的情况，同时呢也能改善大脑记忆力，提高学习能力哦。有需要的朋友呢不妨试试。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相信大家看完这个视频肯定受益匪浅。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别忘了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再见啦。亲爱的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感谢您的支持。